上次3月的法说会专题，我们不是才刚拆解完群创的点石成金大招吗 ？Starlink 太空船票、CarUX 转型 Tier 1，还有把厂房卖给台积电。半年过去了，这盘大棋到底下得怎么样？当初画的那些大饼有没有跳票？面对市场共识严重滞后，加上记忆体价格暴涨这种逆风，群创2026年上半年可是直接缴出了 EPS 0.77元的转亏为盈成绩单。今天我们就直接用这份热腾腾的最新财报与法说会数据来做个全方位追踪。没错，0.77元。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今年上半年累积 EPS 的铁证。在记忆体价格狂飙、消费性电子需求疲软这么庞大的逆风下，这个获利数字不只是成功转亏为盈，它根本是直接碾压了 FactSet 法人的预估模型。这数字出来，跌破一堆人眼镜。这代表什么？代表底层结构已经彻底发生质变啦！这绝对不是什么短期的财报反弹，这是他们腾笼换鸟转型战略实打实的业绩兑现。那我们今天的解析蓝图很明确：第一，转型全貌与结构之变；第二，智慧座舱；第三，先进封装。接着看法人预估落差，再做个策略压力测试，最后探讨估值与策略。直接切入正题吧。好的，进入第一部分，转型全貌与结构之变。我们来看看群创到底怎么透过腾笼换鸟，来摆脱传统面板厂那种无止境的景气循环宿命。我们直接看冷季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非显示器领域占比已经来到 42%， 如果再加上商用显示器的 13%， 各位非消费性领域合计高达 55%， 营收正式过半了，哇，过半了！这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完全看传统杀价面板的脸色吃饭了，对吧？是的，这项资产轻量化布局，也就是我们说的腾笼换鸟，用最真实的数据证明了当初的转型承诺完全达标。你看，传统消费性面板的毛利率大概就是在6%到10%之间挣扎，那是微薄利润。但你看高附加价值这边，非显示器和商用显示器毛利率可是稳稳落在11%到20%的双位数区间呢。没错，这种毛利率结构的正面对撞，等于是帮公司打造了一面极佳的财务防御盾牌。这也是为什么整体毛利率能够在逆风中持续往上爬升的核心动能。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智慧座舱 Tier 1 追踪。我们来好好检视一下 CarUX 并购 Pioneer 到底有没有换来实质的护城河。讲真的，2025年底砸了将近330亿台币去并购 Pioneer， 认列了100多亿的商誉。这笔钱花的真能带来实质利润空间吗？这绝对是一部极其精准的跨界好棋。你看 CarUX 本来就掌握了视觉与触觉技术，现在结合了 Pioneer 的听觉还有 HMI 软体界面，这是直接从供应商晋升为高单价的智慧座舱次系统 Tier 1 厂。而且最核心的战略意义在于 Pioneer 完美补足了群创的 NCNT， 也就是非中非台的全球布局。对 NCNT， 现在顶级车厂最在意的就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这刚好直击他们的刚需。这项整合带来的中效非常惊人。它不只成功串联了欧美的顶级车厂，还有日本 OEM 来进行交叉销售，甚至把车用产品的营收占比一口气推升到了总营收的 39%。39% 真的超高诶！而且大家别忘了哦 ，Tier 1 这种车用系统合约一签通常就是5到7年起跳的。这代表什么？代表群创直接锁定了一笔长期高粘着度，而且具备双位数毛利率的稳定现金流，这就是实打实的护城河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部分，先进封装与 TGV 的最新进度，来检视这块半导体大饼的量产时程。说到这个我就兴奋了，现在台积电、Intel 这些半导体巨星都在疯抢玻璃基板，群创凭什么跟人家争？凭的就是他们手上这一座完备的 G3.5 代线。在先进封装领域，这个玻璃基板的面积可是传统12寸细晶圆的 6.6 倍，这个面积优势是极其惊人的 6.6 倍。而且这些旧厂房早就摊提完毕了，对吧？是的，这不仅能省下15%到25%的成本，更是他们在各大厂夹击下，还能维持跨界半导体先发门槛的物理底气。那进度呢？之前喊出的时间表有没有跳票？完全没有。Phase 1的扩产极度顺利 ，Chip First 的单月出货量已经正式突破4000万颗，这张 Starlink 的太空船票算是稳稳拿在手里了。同时，高阶 RDL First 也在加速客户认证中。那2028年的 AI 跟 HPC TGV 玻璃瞳孔呢？面对极限运算的散热需求 ，TGVC 像具有物理必然性的技术革命，量产目标非常稳健，绝对不会晚于2028年进入主流市场。
听完前面群创在智慧座舱还有先进封装的战略布局，各位观众是不是觉得这张转型蓝图画得非常漂亮？在我们看到群创摆脱传统面板厂宿命的同时，接下来我们要回归残酷的财务现实了。为什么市场调研机构的预估共识会这么显著的低估群创，甚至集体大翻车？群创上半年赚的这0.77元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本业的硬实力，又有多少是一次性的业外水分？在资本支出大降的同时，到底撑不撑得起半导体风中的庞大野心？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也不管这支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大家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次带你搞懂公司到底在干嘛的精彩解析。好，那我们准备揭开真实的财务面纱。第4部分，我们来深度解密法人预估落差与真实获利结构。我们来看这张图，真的太夸张了。FactSet 共识模型对群创2026全年 EPS 的预估中位数，竟然只有少得可怜的0.50元呢。但你看右边，群创2026上半年的实际累计 EPS 就已经高达0.77元了，光是半年的实际就直接碾压了华尔街一整年的保守预测。这证明了一件事，机构的模型严重滞后，他们完全低估了非显示器领域带来的爆发性贡献。不过，身为财务数据控，我们必须极度客观的来拆解这0.77元。在 Q2 单季0.57元的 EPS 当中，确实包含了大约30亿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认列，这部分是一次性的业外挹注，所以还是有水分嘛？当然有。但是各位，即便我们把这个水分完全挤掉，群创依旧达成了本业连续4季获利的傲人成绩。而支撑着这个极佳财务品质的是那面看不见的厚实盾牌，他们的净负债比是负的10%。我们直接看账上现金，截至2026年6月，群创账上的净现金高达844.08亿元，这在业界是非常罕见的净现金经营防御力。而且别忘了，他们把 Fab 4送卖给台积电之后，每年还能稳稳省下15亿元的设备维护费，满手现金又没有庞大的负债压力，这绝对是他们现在能毫无后顾之忧，全力冲刺半导体跟车用转型的最大本钱啊。OK， 进入第5部分，策略矛盾检视与压力测试，这是我最关心的一关。满手现金听起来很爽，没错，但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极度吊诡的资本强度悖论。你们看，群创2026年的资本支出 Capex 居然从去年的160亿大幅缩水降到130亿，区130亿。你跟我说要撑起 FOPLP 先进封装，还有车用 Tier 1的庞大扩产野心，这怎么可能？更致命的是，现在记忆体价格暴涨，直接垫高了整机的 BOM 成本。客户上半年提前拉货，这代表未来6到9个月 IT 面板需求绝对会放缓。这场总体逆风的压力测试，他们到底要怎么过关？这正是群创战略最高明的地方。130亿看似紧绷，但他们靠的是极致的旧线活化，也就是腾笼换鸟，这直接省下了盖新厂房动辄几百亿的庞大开销。同时，他们透过与策略伙伴共同分摊费用，完美突破了扩产的资金瓶颈。那记忆体暴涨压抑面板需求，这题怎么解？面对这个逆风，群创的策略是不去拼出货量，而是转向高阶电竞以及 N3D 创作者笔电，透过这些超高 ASP 的产品线来大幅提升单位利润，完美抗衡了总量缩减的风险。最后，我们来到第6部分，估值重构与投资观察。目前资本市场正在对群创进行一场激烈的评价切换，也就是 re-rating。他们的股价净值比 PB 已经从过去 0.5 倍的泥道强势拉升到大约 1.76 倍，对应股价大约在50元的水准。可是很多人在喊现在的 forward PE 太高啦，那是一种视觉假象。目前本益比偏高，是因为 FOPLP 先进封装占总营收的比例还不到 1%， 盈余基期极低所造成的。市场现在给予的其实是先进封装与车用 Tier 1实质的估值溢价。所以，既然这是一档具备中高风险与高成长潜力的转型标的，我们总得抓个防御基准吧。没错，如果大盘遭遇极端情境修正，我们回测历史评价，较佳的安全边际或许会落在剔除 MB 1.3 倍到1.4倍的这个观察区间，换算下来大约是38到42元左右。这里必须严格声明，这只是客观的长期财务数据回测观察，绝对不是任何买卖的投资建议。总结来说，群创这一次用真实的财报与冷静的数据粉碎了市场过去的偏见。但这场华丽转型的终局之战，我们觉得要盯紧最后一个关键 milestone， 那就是
2028年 AI/HPC TGV 玻璃通孔商用化到底能不能让 FOPOP 的营收占比一举跨过10%的关键门槛？一旦越过这道分水岭，群创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浴火重生。这盘棋的下一步会怎么走，绝对值得我们持续密切追踪。